在刚过去不久的 G7 峰会上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议上强调，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、南海现状，还对中国多个内务指手画脚，无疑再次加重了双方关系恶化。在过去几个月内，两国在外交、军事、经济等多个领域频繁过招，外界担忧，尤其在争议岛屿上，双方会不会擦枪走火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透露，中国海警船已经在争议岛屿不间断连续巡航超过80天，日本当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对此，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小田真抱怨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面临来自中国海军极大压力，中国在海上和空中逼近日本警戒区域的次数和频率都在升高，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。在此之前，日本空自就多次抱怨，由于中国海空军频繁组织远海训练，每次进入日本单方面划定的航空识别区时，日本自卫队战机都要紧急升空伴飞，正准备调整政策，减少紧急升空次数。但事情的根本在于，日本单方面划定的防空识别区太大了，实力跟不上野心就是这样的后果，掌柜的心气儿，跑堂的命。而且我们在自己的海域开展巡逻执法是有理有据的。而此前具有巨大的优势，日本海自也开始力不从心。这位日本海自军官表示，近些年日本海自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慢，而且技术上受制美国，而中国海军先进装备越来越多。我和同僚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导致的不安每天都在增加。分析称，日本这是在卖惨，抹黑中国咄咄逼人的形象，并且试图以此寻求美国松绑，为自己扩军找借口，甚至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借此试图做出危险动作。美日法即将举行联合海上演习，主要内容就是如何夺岛作战，而且多次来中国周边海域挑衅的多国军舰，大部分都是在日本本土中转或停靠补给。究竟是谁在咄咄逼人？更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还试图教日本如何在争议岛屿问题上与中国对抗，支了3招。卫星覆盖，部署大量船只，靠美国大力支持，表面上出谋划策，其实就是忽悠日本当炮灰而已。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曾经发出雷霆警告称，日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，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，是我们的一点都不能少，无论日本怎样跳脚都改变不了的事实。近日，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，双方的动作也逐渐频繁起来。美国眼看对伊朗示好效果不太明显，因此又将手里的胡萝卜换成大棒，派军舰进入波斯湾对伊朗施压。但让美军没有想到的是，此举遭到了伊朗亮剑反击。据悉，在美军军舰进入波斯湾开展所谓的自由航行时，伊朗多艘巡逻船直接冲向了美军军舰，颇有一种奉命撞击美舰的感觉。美军显然是慌了神，急忙通过开炮的方式对伊朗进行警告和示威。虽然没有直接瞄准伊朗军舰，但这次开火行动也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紧接着，伊朗巡逻舰在逼退美军军舰之后，也驶离了相关海域。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爱面子，而这次实力强悍的美军却被小小的伊朗逼得要开火警告，这对于美军来说简直是丢脸丢到家了。所以他们必须要在其他地方找回面子，于是就出现了美军强硬扣押伊朗军火船的事情。据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称，当地时间5月9日，美国海军对外宣布，近日美军出动的第5舰队蒙特利号巡洋舰在阿拉伯海非常强硬地扣押了一艘伊朗军火船。美军不仅没收了船上的所有武器，还将现场视频报道了出去。通过报道截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军没收的这批武器规模确实非常大，整个甲板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，类似于火箭筒、突击步枪、狙击步枪、重型机枪、导弹等武器应有尽有。而在这些武器当中，美军还发现了3000多把中国造56式突击步枪，以及数十种先进的俄制反坦克导弹。对此，美军指责中俄武器出现在伊朗的军火船上，因为这违背了美国有关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的禁令，并且美军还声称，之所以会扣押伊朗军火船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武器可能会流入一些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之中，这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安全，所以这种行为是美国绝对不能允许的。而中俄武器出现在了现场，这显然违反了美国的禁令。不得不说，美国的双标主义又再次出现了。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讲，我国是不是也可以凭借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由，去拦截他们对台出售的武器装备呢？而且他们作为全球头号军火贩子，满世界的兜售武器，这也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安全稳定。况且美军没收的这些中俄武器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普遍，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出现在伊朗军火船上的，所以美军的指责在我们看来也是十分可笑的。5月9号，旅美再次炒作解放军军机于凌晨2时再次巡台，靠近防空识别区域，干扰岛内，
并且表示这是解放军军机今年巡台的最早记录。当然，这一次绿媒炒作的时候，也没有忘记提到台空军宣称依然是空中警戒，并且广播驱离。排除这个时间线，岛内还真是除了炒作，也确实是啥都干不了，甚至每次炒作模子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让人很是怀疑，这是不是每次都拿着模板套一套就继续用呢？回归正题，近段时间解放军巡台的机动时间确实颇有看头。从解放军屡次变更的机动时间来看，该来的终究是挡不住了。岛内的魑魅魍魉，如果继续当解放军依然是好性子，怕是要吃亏吃到吐了。就目前来看，今天这一出是发生在凌晨2点左右，但是没有公布解放军出动了几架军机，但是不出意外，应该是1架军机例行巡台而已。不过这只是本月出动的第6天，广播驱离的第12次。从今年解放军记录来看，解放军时不时就会在半夜巡一次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晚上9点、10点。半夜11点、12点之类的，再有就是凌晨4点、5点，确实没有凌晨2点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巡过岛，所以这次明显是补上机动时间线，为战备做准备，顺便再给岛内紧紧脖子。毕竟此前岛内还在叫嚣要设置什么摧毁区，表示解放军军机一旦进入岛内，该开火就开火之类的。说实话，这是看着解放军没有真动手才养起来的胆子，不然且他敢。当然，除了晚上巡台，解放军白天巡台更是频繁。在前一天，也就是5月8号，解放军在上午8时进入台西南空域。而5·1节假日的时候，解放军巡台也不曾放松，1号上午、2号晚上、4号上午都有巡台。咱们再往前看解放军4月的巡台，比如4月30号上午，解放军直接一上午飞了5趟；4月26号，解放军上午巡台，并且创下最低纪录，飞行高度仅仅只有30米。4月20号，解放军出动9架军机巡台；4月12号下午，解放军连续出动25架各种型号的战机巡台，其中有歼16和轰6，平均下来每小时巡台1次等等。解放军巡台机动一次调整，战备状态明显完善，一天24小时，解放军巡台时间几乎成了可以随时出动的状态，该来的挡不住了。中国外交发言人、海军发言人等众多官方代表不止一次说过，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解放军有能力并且坚决维护台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。当然，这话中国从来没有承诺不使用武力，一旦有人触及底线，那么要战便战。所以如今解放军巡台机动时间再次调整，距离咱们收复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。据环球网近日报道，近段时间美军机明显加强了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。从5月9日深夜至5月10日上午，美军先后出动了大量战机闯入南部海域上空。首先是美国海军的一架 MQ-4C 高空战略侦察机，在5月9日深夜10点左右出现在南海，靠近中国广东省汕头附近区域。然后在5月10日上午，一架美国海军的 P-8A 反潜机和美国空军的 RC-135W 战略侦察机分别在南部海域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域周边进行侦察活动。随后还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KC-135R 加油机从冲绳基地起飞，在南海上空与 RC-135W 战略侦察机碰面，并为其提供了加油保障。要说美军机出现在南部海域活动，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但是这次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，一架新西兰 P-3K2 反潜机罕见的伴随美军机出现在南海上空，还参与了美日法3国海上演习。我们都知道，作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新西兰，对华态度与澳大利亚截然相反。澳大利亚是毫无原则，甚至不惜损害本国利益，也要跟随美国的立场对抗中国；而新西兰则是非常理性的看待中国问题。观察者网曾多次发布关于新西兰对涉华问题表态的相关报道。我们从这些报道中得知，无论是从今年1月份的涉港反华声明，还是不久前质疑世卫组织新冠溯源报告的联合声明，新西兰屡次缺席五眼联盟，让其陷入了4缺1的窘境，而这一行为也让其盟友感到非常不满。对此，澳媒甚至直接批评新西兰在对华政策上过于软弱，将其视为五眼联盟的软肋，而新西兰不为所动。其外交部长马胡塔还表示，希望新西兰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为成熟的关系，同时还明确指出，五眼联盟没有必要在每个人权问题上都跳出来对中国指指点点。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更是直接对媒体表示，
新西兰一直都是在坚持本国利益和价值观，从未在中美之间站队。对于新西兰政府重视并致力于发展中新关系的积极态度，我国外交部也表示赞赏。但这次新西兰派战机伴飞美军机并参加军演，确实让我们感到意外。这明显打脸他们之前说好的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的表态。对此，有专家分析认为，新西兰此举也许只是为了向盟友交差，因为他们只派出了部分战机，更多的只是配合美军行动而已。但是这也同时给我国提了个醒，在美国极力拉拢盟友的情况下，这些表面声称与中国友好的国家，如新西兰、菲律宾、越南等，难保他们不会突然露出獠牙，背后捅中国一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，做好万全准备，这样才能避免落入敌人圈套。